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每年到夏天就经常有人中暑这个中暑本身倒不一定致命，但是严重的中暑却是可以热死人的这种急症叫做热射病。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热射病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预防它，哪些人要特别的小心。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节目，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小铃铛，您就不会错过以后精彩的内容。那热射病它是一种体温超过40度以上的严重的中枢神经失调症它实际上呢是一个中暑恶化的这样一个结果。因为它跟普通的中暑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它不出汗我们身体这个汗腺是调节我们体温的，你一旦不出汗，这就麻烦了，我们的体温就是持续增高下不来。所以你看这些人，他脸色又红又干燥，发高烧，人呢开始反应迟钝严重呢可以昏迷甚至抽搐就是抽风了。这种体温如果持续增高的话，就会造成脑损伤、肝肾衰竭甚至死亡。所以呢，在临床上，一旦这个所谓的热射病出现以后它的死亡率可以达到40%以上特别是老年人和有慢性疾病的人。在青岛有一个这个管宿舍的大爷，他那个室内呢就是没有空调，只有风扇。那么在高温几天之后他就昏倒身亡当时这个室温呢接近40度，空气里面湿度也很高。这个风扇特别要小心，它把热气包在我们的体表，更加没有办法散热所以呢，就大爷一直没有出汗，不出汗是热射病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征兆。那么我们怎么判断呢？是吧？那我们有的人就是轻度的中暑轻度的中暑呢，那么你大量的出汗，头晕无力你只要出汗你就放心，你只要补水降温休息就好了。那么中度的中暑呢就比较严重一些除了有轻度中暑的症状，还有呕吐体温升高这时候呢要加凉毛巾电解质补充甚至到医院里去观察。这个热射病呢就不一样了，它首先就是不出汗，体温40度以上神志不清，这个时候除了要紧急降温以外，还要送急诊所以呢大家要特别注意，怕热但是呢又不出汗，这个呢有的时候是体质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是疾病本身的问题，都很危险。在我们这个防暑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说开个风扇就好了，没有必要开冷气。其实呢这是错误的，这个风扇在高温高湿度的情况下效果很差它可以让这个热气把身体体表给它捆住。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喝冰水降温最有效。其实呢这个冰水它会让胃肠的血管收缩反而体内的热呢难以散发出来。还有就是说没流汗就说明不热，不对没流汗不等于不发烧，很可能是更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你的汗腺已经失调了，身体不能够自主的调节体温。所以呢我们正确防暑有很重要的原则的这里有5大原则，咱们一条一条来说每一条都很重要。首先呢，空调降温是第一条的如果有条件，空调降温很重要。第二呢，就是保持室内通风和这个湿度的控制不能够太闷了。第三呢，就每个小时都要喝水，补充一定电解质加一点盐喝一点椰子水都可以。特别要关注老年人、小孩和慢性病的人，他有没有出汗天气热一点出汗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不出汗还发烧，那就很危险。另外呢，中午太热的时候呢，避免到户外活动防晒的衣帽呢也不能够太严实，这样的话呢会造成体温过高。总而言之吧，这个热射病是很危险的，它是可以热死人的。所以呢，有的人看起来好好的，一下子就倒下去了，
那就是因为这个体温呢已经悄悄的失去控制。那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体温高没出汗，精神恍惚，立刻送医院，十有八九呢是这个热射病哈。那么熟悉我们思维健康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这里呢每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养生小知识啊，实用的健康方法，陪大家过一个更好更健康的生活。其实呢这个健康啊不是很难，只要每天多花几分钟时间啊，注意这个身体的各种各样的信号，从生活中啊做一些小的改变，就会慢慢变得越来越好啊。如果您觉得这内容对您有帮助呢，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每天呢都会准时在这里陪大家说一说健康方面的事情啊。如果您发现这个节目啊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分享给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呢和我们一起健康啊。这虽然是个举手之劳了，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呢是很重要的事情哈。谢谢您的支持，我们每天不见不散。